我估计这几天呢，临近过年，很多朋友呢都在忙着买回家的票，尤其对于一些农民工兄弟来讲，恐怕这时候一张返乡的车票感觉起来比金子都贵重。可是今天我们一开始说到这位农民工呢，他却没去买车票，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写信。他为什么要写信呢？大家看了这张图片了，他是在给铁道部的领导说。那么这位农民工呢，名字叫做黄庆红，是重庆彭水人，现在呢在这个温州打工，是一名司机。他写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不想去买票，而是确实到火车站的窗口他买不到票。他一打听这个根源何在，就说今年呢铁道部有很多这个好的举措，比方说网络实名制售票，有很多人到网上订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也在网上订票吧。可是60后、70后的农民工有很多人整天忙于挣钱，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网络，所以他们呢不会，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黄庆红兄弟觉得心里头啊很是不是滋味，就给铁道部领导写信说，你们是网络售票是出于好心，不要让更多的人到这个窗口去排队去遭罪。可是你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农民工买票更加困难。本来我们通宵达旦的在售票窗口排队，还能够买到1、2张车票，起码有一点这样的希望。你现在都挪到网络上来了，我们那点希望都没了。所以黄庆红给铁道部领导写了这样一封信。当然非常幸运的是呢，有好心人说，我资助你，给他买了一张呢回老家重庆的机票，免费的。黄庆红呢不是那种只见到眼前利益的，他说你帮了我这么一次，那明年我还要买怎么办？我身边还有那么多的兄弟买不到票怎么办？其实我相信有这样拷问的农民工兄弟不在少数。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年春运期间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铁道部是在积极想办法的，他也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铁道部这些具体措施都包括哪方面呢？咱们先看一段小片来了解一下。老百姓过日子呢，衣食住行这4件事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一到这岁末年关呢，比如说现在这原来排在最后的衣食住行的行，一下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整个春运这40天时间里头，从1月8号到2月16号，铁路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跟去年同比呢多了1300多万人次，日均达到588万人次。于是您就会发现，买票能不难吗？从1号开始，火车票实名制购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实施。旅客可以通过电话订票、网上订票和火车站代售点的售票3种渠道购买火车票。今年春运，随着实名制的推行，还有网络购票、电话订票的推出，对铁路部门的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因访问量大而瘫痪，扣钱不出票，买不到票，身份被抢注。各种问题在购票网站开通的几天之内频频出现。刚才大家看到的片段呢，是白岩松在他的新闻1+1里边给大家介绍的今年铁道部这些举措。毫无疑问呢，这里边有2个亮点，一个是网络订票，第二个是火车票实名制。网络购票是为了什么？提高大家的效率。你比方你都跑到火车站窗口排队去，费时间费力气，那我网络购票呢，让你在网上就完成，这是提高效率。可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为什么黄庆红要写这封信呢？就网络购票，懂上网的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可是这些不懂上网的人呢，怎么办呢？而且实践也证明呢，由于现在铁道部自己的网站12306没有那么高的软件系统，结果呢，订的人一多了，这个网站趋于瘫痪，那没办法，要订票的人太多。那再看第2个亮点，火车票实名制，要求是买票的时候你要出示身份证，上车检票又出示身份证。他这一点呢，着眼于呢黄牛党，你总不能事先的把身份证都搜上来，我再去弄票去吧，这样就遏制了黄牛党售票，避免出现不公平现象，排队买不着，黄牛手里一大把。可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接着问题又来了。现在有人测算过，比方说当我们上车的时候，路过检票口，所有的人都得事先把票跟身份证拿在手里，那么过检票口的时候至少需要一个人6秒到10秒。你算算，如果是一趟非常热门的车次，人特别多的话，这个一个人就得6秒到10秒，那么多的人得检多长时间？非常有可能人还没等检到一半呢，那边车都要开了。
怎么办呢？你不能不让人回家，买了票凭什么不让上车呀？所以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行了，不查身份证，走吧。所以我们说这两件事儿，它互相之间是有些矛盾的。那怨谁呢？有人说那就铁道部没管好，还真不能怨铁道部。为什么呢？无论实名制还是网络售票，这两个都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既没有解决需求量，中国还有那么多人要回家，它也没有解决供给，因为供给的票就那么多，两头没有解决，它只是在中间网络和这个实名制把售票程序改变了一下，它不解决供给，也不解决需求，你说它能怎么办呢？我们中国确实这样啊，运力用世界上7%的铁路，要运世界23%的人口，本来这就属于各个方面运力方面非常非常紧张。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呢，春运这个买票非常难，还真不能把板子就打到铁道部身上，他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春运这问题呢，对于有中国特色的春节来讲，这是一个老难题。其实我们翻以前的资料会发现，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有春运这概念，全称是春节期间的运输问题，叫春运。我还记得在1953年人民日报上就有这样的资料。1959年的时候呢，人民日报有一个社论，就说春运期间怎么解决。那阵给拿出的主意是什么呢？第一，号召大家呢能不回家就别回家啊。第二个呢是，如果是短途的一天能到家的，你就走着回去，步行。这今天听起来都有点有意思啊。再一个是，如果是能骑自行车回家的，就别挤那车。我们看这是在50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你要搁今天让谁走着回家，让谁骑自行车回家，那不成了天方夜谭了吗？所以在那个时期开始，春运其实就已经是个老大难问题了。到了80年代以后呢，这个春运的组成部分呢，那时候还不是农民工，最主要的呢是呢回去探亲的机关干部啊、军人呐、学生。可是那个时候春运它的难题程度，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已经比以前严重多了。而且当时的春运呢，难不在买票，而在于什么？在车上遭罪。我们有不少年岁大的朋友还记得吧？80年代那个绿皮车，我那时候虽然岁数不大，我赶上过。坐那种绿皮车，尤其是冬天坐，非常遭罪。车上面是烧煤，每一个这个车上烧煤的工人呢，得有这个锅炉工的上岗证。那个车上面呢非常冷，经常车上面这儿冻坏了那儿冻坏了，有时候就漏水，弄得地面结冰非常滑，大伙在上面走跟溜冰似的。等车里边呢也是乱成一团，大家在车上面呢可以说既冷有时候还饿，而当时人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没有多少人舍得在车上买东西，都是自个儿带东西吃。当时我记得有个笑话嘛，有个上海人坐车到这个北京，当时那个一道上时间得将近30个小时，这个人就拿一只烧鸡上的车，到了北京之后连骨头都吃没了。你算30个小时，所有这几顿饭都得这么解决。所以当时绿皮车呀，速度也慢，车上条件也不好，大家坐着也遭罪。所以那会儿的春运呢，买票倒不困难，反而是在车上非常遭罪。等后来到90年代的时候呢，绿皮车一点点被淘汰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车上的人变得巨多。为什么？94年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民工流，第一次提出这概念。那时候流动量，这民工量就大了，所以在这个火车上面呢，一到返乡的时候，这个农民工是主要的，所以车上面挤得不得了。我在90年代有几次赶到腊月份时候坐火车呢，都赶上这个。当时的感觉就是简直这个人在车上就不是人，就像货物一样，太挤了。比方说座位上都码好人了吧，那个小桌那儿都得安排4、5个人，厕所里有时候挤11、12个人，挤得严丝合缝的，密不透风。就假如说你在中间站着，要晕倒了，你都倒不下，旁边都能给你挺住，都能扶起来。而且车厢里头那股味道啊，那就甭提了。而且不仅这样呢，车上经常还有一些突发事件，比方说某个人突然犯精神病了。为什么呢？当时心理学家就提出来，人特别多的时候，往往人就容易焦躁，就容易非常急，就容易情绪失控。那么其中有不少犯精神病的是农民工兄弟，为什么呢？他精神高度紧张，一方面挤的时候遭罪，另外一方面呢，农民工兄弟身上带着钱，怕让小偷偷了，他精神高度紧张，有的都放到裤衩里边的兜啊，什么袜子这儿都搁到这儿。所以当时有人提倡说，农民工啊，不要带钱回去啊，你最好是把给家的钱邮寄出去不就完了吗？
可是问题是，他邮寄不得钱吗？你不得花邮递费吗？所以你看《天下无贼》里边那傻根带着6万块钱，人家老乡说你寄回去，他想省下那点邮寄费，能给爹妈买点东西，所以傻根坚持我要上车，而且说谁是贼，站出让俺看看吧，不怕贼。傻根，你看，6万8，那快递给你寄回去吧。我跟你说，这寄回去6万块钱就变成59400了，6万邮费。600块钱，咱老脚都能买头驴啊！剩600，你就6万，还是给他寄回去。这贼可多着呢。行，你透露。哪有那么多贼啊？听说一句话，还是让快递给你寄回去。你6万块钱还没这一块抓中呀，俺带不回去谈。哎，还犟得很。那6万块钱有本逃哎，谁让咱刚才那干活娘挣出来，说明正道，看谁敢逃啊！你们谁是贼啊？站出来让老乡看看。对呀，都得见过贼们。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曾经给报社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什么关心农民工不能在春节期间让所有农民工给家寄钱的时候免收这个寄费，银行不要这个费用，邮局不要这个费用，这多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农民工在车上非常多的时候，那个车上那种挤呀，真的是超乎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承受力。等到后来一点点的呢，火车运力提高了啊，空调车也多了啊，车上这个卧铺也比过去多了，这个现象转移到什么上了？就转移到买票难上面。春节临近，你买到车票了吗？排队、电话、网络，你选择哪条买票途径？一年到头，为何中国人却要踏上归乡路？老梁观世界带您品读，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这个买票，咱们实事求是说呀，我们看过这个好多，就是春节前我身边的朋友为了买一张火车票急得不得了，因为确实要回家的人越来越多，城乡之间人口流动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农民工啊，我们还有这么多就是从家乡离开到大城市打拼的人，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家往回走。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就是想求一票而不得的这种情况。有一部这个电视电影名字叫《一年到头》，就写的为了买一张火车票几乎动用所有资源，这种令我们感到不理解的情况，咱们大家一块看看。回家过年，回家过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今年前最大的愿望。要买呗，他们根本就没得票。我想买几张去合肥的票，一张加150，那么贵呀？有票回家还耽误这点钱。去湘潭的票吗？有啊，有。票什么时候来呀？来了，马上就过来。这个片子我当初看的时候比较感慨，为什么过年过节就到春节的时候非要回家？回家是每个人身上掰不开的一个情节，这里边既包括寻根，同时又包括安放自己精神世界里的灵魂。有人说老梁你说悬了吧，这么大，咱们一条条给大家分析。比方我说寻根是什么？过去有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么如果你的爹娘就在远方你的故乡，你说你春节你回不回去？爹妈在家里天天的盼你，你这个时候如果一年到头都不看看爹妈，你能算一个孝顺的孩子吗？本来我们游子在外，不能在爹妈身边尽孝，爹妈养我们都已经算白养了，难道这时候一点小小的精神抚慰你都不能给自己的父母吗？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回家。其实回家找父母是什么概念？不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还有一个最根本问题，你要寻根。根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居住地，你是沈阳啊，你是北京啊，可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出生地。只要你在这片土地上出生，你的血管里就流淌着这片土地上的东西，这是你的根，你这辈子没法甩脱的根。而且我们也知道，无论爹妈年纪多大，你在爹妈身边你觉得踏实，在爹妈身边你无论多大年纪，你都觉得自个像个孩子，自个能像一个孩子一样被人家保护。
能感觉心里踏实。咱们有很多在外地的朋友都有这感觉，一旦在自己妈身边，哎呦，尤其是多长时间没回到家，怎么觉得这么舒坦呢，这么温暖了？这里边别说是远在故乡的，甚至在一个城市的，你都会有这种感觉。你比方说著名的演员姜文，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事儿，他原先他的父母住在北京一个平房里头，后来呢，姜文有钱呢，给买了大房子，父母搬上去了，搬上去姜文没有时间给装修啊，轮到他弟弟姜武，把家里装修，装修完了告诉姜文，哥呀，我呢给你在新家里边地方大嘛，我挑了一个朝阳的大间儿，给你呀设置了个房间，你要没别的特殊事你就回家陪陪爹妈，隔壁就是父母。我告诉你，天底下多豪华的5星级酒店，多豪华的你的私人别墅，都没有睡在爸爸妈妈身边那么踏实。哎呀，姜文听完那是老感动啊，跟自个儿弟弟说，弟弟啊，你算是解了我的心头上的大麻烦了。完了有一天呢，把一个10万块钱的信封塞到姜武枕头底下了。姜武对记者不隐瞒了，这钱我哥给的爽，我接的也爽啊。你看，这就是在父母身边你这种踏实劲儿。其实我们说这就是寻根，就是寻找你自己到底从哪儿来的。人一辈子不可能脱离这个。我们从小的时候要挣脱故乡，我们要往外走。可是当你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又离不开故乡，你要回来。其实中国人这些年就是在这种离乡又返乡的阵痛当中来来回回的折腾的。所以我说，你回家是因为你有父母，是你要寻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说是得了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在夜行。就你有了得了富贵你不还乡，就好像你穿着漂亮的衣服晚上走道一样，谁知道啊？有人说那不就显摆吗？就是我在外边发达了，回到家我要光宗耀祖，显摆显摆。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功利因素，但是绝大多数的心情并不是这么功利。为什么你要回到家里头呢？在一定程度我说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舒适一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异乡不是你的家，恐怕天底下没有比家乡更为舒适的。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回家似乎就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起码每年要回去一次，要让自己暂时的放松一下。可是呢，回家之旅我们说有时候很痛苦，买票不好买。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写博客呀、写微博啊，都反映了自己的家乡似乎永远都回不去了，似乎已经沦陷了。那么这样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感情呢？我们看一看微博上都有哪些论调。大家看微博上有人说呀，我看了熊培云那个一个乡村里的中国，就说我的家乡跟过去变化太大了，我都不认识了，我小时候看到东西都没有了，我再也找不到感觉了，儿时那个乡村，儿时那个小镇子。那么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在微博上写说，我晚上看了好多文字，我突然间很激动，我发现呢，我的家乡呢和我原先想的并不一样。就正像罗大佑《鹿港小镇》里唱的，家乡人们去掉了水泥，去掉了红色的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就失去他们拥有的。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呢？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记得开篇就是如果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我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的家就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这样一首歌是罗大佑反映什么主题呢？就是来到了台北打拼，霓虹灯不是他的家，他想回到家乡寻找自己的灵魂。可是家乡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轰轰烈烈的高楼大厦、红砖绿瓦，已经把过去儿时的印象给抹平了。他再回不去了，他再想找到儿时的感觉没有了。其实这样一首歌，大家想想，不恰恰是我们现代中国这种城市化运动一轮又一轮之后，我们几乎大部分人对自己遥远故乡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绝不仅仅是乡村，还包括一些小县城、一些城镇。现在好多农村过去是小桥流水、溪水潺潺，就像是说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那样一种令人神往的自然。可是现在你回去一看呢，乡村有大的发展了，这个农民也上楼了，农村有很多工厂了，是老百姓比过去富了很。可是同时你发现呢，原来的自然美景很多时候都没有了，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污染。那么作为小县城来讲，可能更是如此。你像我就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我是一直到88年才从那里走出来。当时我的印象当中记得，我的家乡呢，走没多远就到了郊区，郊区里头这个农地呀，
包括树啊，非常非常的漂亮。一到秋天是金黄的一片，而家乡的人呢，好像也不那么着急的忙忙碌碌，民风非常淳朴。可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再回到家乡呢，发现了一些变化，城市化越来越在扩张，高楼大厦、钢筋水泥无限制在崛起。那么这个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我似乎呢已经回不到我心灵想要安放的那个家乡了。家乡已经变了。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进程当中，无论是乡村还是小城市，似乎都在无限的向大城市看齐。每次回去之后呢，我都曾经想寻找儿时的那种梦境，寻找过去那种温暖和淳朴，但是每发现呢，我回去一次会感到失望。当然，我这不是说家乡发展就不好，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家乡人民也有追求舒适生活的权利，他不能为了你的儿时记忆就给你保持一个原生态的公园吧，人家也要发展。但是我提醒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丢掉了一些原来很美好的东西呢？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是可以不丢掉这些美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往往会想到，在我们回家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原来家乡人民的生活干得很美好，同时呢，儿时那种美好的东西又能够留下来。这恰恰是中国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设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找到的平衡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倒觉得我们看到的大家每年急急忙忙的回家，一路上急匆匆的为买一张票费尽了心力。其实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呢？我说寻根是为了找我从哪里来，那么把自己灵魂舒适的安放是为了找我将来要到哪里去。那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这是个很宏大的哲学命题，不要以为它哲学就很高。我们每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实践呢，在辛辛苦苦的在世界上寻找这种终极真理，其实就在寻找我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啊。也许这个就像许巍唱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提到春晚的歌曲啊，咱们现在很多人都摇头，说现在春晚这歌曲不好啊，都是一次性歌曲，唱完没人记得住，也没有什么新歌，都是当年的老歌。那么当初啊，在80年代时候的春晚可不是这个样子。当时80年代春晚的歌曲呢，有不少一推出来马上火遍全国，可以称得上开启时尚之门，引领风气之前。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心到天涯海角来，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那么在这方面，80年代春晚流行歌曲的第一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位费翔。他的歌曲一夜传遍大街小巷，他的发型竟然引起全国跟风。为何一首歌曲能年年登上春晚，创造春晚30年奇迹？混搭、怀旧、亲民，能否拯救日渐式微的春晚歌曲？老梁观世界为您讲述这一夜歌声传奇。这是费翔当年的形象，当然现在费翔年岁大了，肯定不复当年英俊帅小伙的模样。可是当年费翔确确实实在大陆是火的不能再火了。而且一提到费翔，咱们每个人本能的就会想到他那首《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那么这个歌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说呀，他不是87年春晚上来的吗？87年5月份的时候，咱们年岁大一点的观众朋友都会记得，大兴安岭呢着了一把火。有人说就是让费翔这歌给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把火，那着了吧？还有的人说不光这个原因，你听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歌前奏，是不是就像那救火车似的？本来这救火车要去大兴安岭救火，得让费翔一句话给截这儿了。
没去就成，所以这把火才着起来。当然这属于开玩笑，但这个玩笑流传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就说费翔本人实在是太火了，这个歌本身太火了。费翔我们知道是混血，他爸爸是美国人，他母亲呢在台湾，他姥姥呢是山东烟台人，他母亲跟他姥姥呢也都得有几十年没见了。那么87春晚咱们这主题，我们知道这个97年香港回归什么的，每年春晚都要体现团圆的主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觉得费翔一个混血儿啊，他母亲在台湾，他姥姥在烟台，都请到现场吧，多好个主题啊！而且费翔据说在百老汇都能唱，也确实不错。当时春晚审查呢，先审查费翔的头一个歌，说既然你这事儿够主旋律，好，你可以上春晚。你头一个唱什么？故乡的云。咱不少朋友都会，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哎，这是反映海外游子啊受到故乡的呼唤，不远万里呢回到家乡寻根。哎，这个歌也好啊，当时很快就审查通过了。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这个时候呢，费翔说：“我还带了一首歌。”审查组说：“那你唱唱吧，什么吧？”这时候费翔就在台上，在审查过程当中唱了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所以当时导演一看，好，这歌我留了，就这么的呢，他决定留了，和领导那边汇报。领导说。这歌倒行啊，歌词也没问题啊，你就像那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明亮又闪烁，歌颂爱情，可没问题没问题。但有一样啊，这歌我看他在那直晃呢，你让他在台上啊唱的时候稳当点。其实什么意思呢？搁东北话说就是在台上你少嘚瑟，哎，让费翔稳稳当当的。就这么的呢，这两首歌不都通过审查了吗？到了春晚直播的现场，先唱《故乡的云》，啊，底下鼓掌叫好，这歌好。海外游子思乡，唱完这歌，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为所有的观众再献上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呐，他人来疯，好的演员越是到现场直播的时候，他越来劲啊！现场人越多，一捧他，你想他前面接受审查的时候，和这个现场直播那个氛围能一样吗？所以费翔这时候人来疯。在台上就扭起来了，哎呦，这通拧腰拉胯，动作这个大呀，还夸张啊！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什么动作都出来了，表情也都跟得上。结果这时候把导播间的人吓坏了，哎呀，这领导可说了，不能让他这么嘚瑟，这嘚瑟起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导播组的组长非常有经验，别着急，这么着，你现在跟现场这几个机位说一下，不给他远景啊，不给他大全，就给他特写，哎，给他脸部表情，身上局部的动作啊。不给全景，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看到87版这个啊，费翔唱《冬天里一把火》，很多都是他脸上自我陶醉的表情，还有身上某一个局部，很少给他这个远景大全的，看他在这拧腰拉胯，在那嘚瑟，基本没有这个。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当然这种风格年轻人最欢迎啊，那一下子费翔就火了。其实我们说这样的风格从哪儿来呢？你看费翔在台上啊，东拧西拧这个，你别忘了费翔的文化背景，他来自美国，在百老汇当演员。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谁最火呀？迈克尔·杰克逊。所以说费翔在台上东拧西拧这些动作是跟谁学的？跟迈克尔·杰克逊学。迈克尔·杰克逊当年的舞蹈绝对是一派宗师，等于之前没有人这么跳舞，他拿。你看费翔又这个又拧又什么的，基本都是迈克尔·杰克逊那套现代舞。那么费翔不仅这个舞蹈让大陆的青少年看着觉得新奇，哎，真漂亮，这种潇洒的台风，这种自我陶醉的感觉。更主要一点呢，费翔当时的打扮，本来这个混血就漂亮，鼻梁高挺就很英俊，再加上费翔弄了一个爆炸头，这种爆炸头当时在美国也很流行。我记得8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 NBA 有一些人就梳这种头，当时就有不少大陆的青年人模仿他这头型。可是问题呀，这头型爆炸式的，头发得特别厚。咱们那个时候啊，咱说实在的，卫生条件也不大好，有的地方灰尘特别大，
年轻人梳这个头啊，时间一长了，出点汗全粘上了。据说有不少梳费翔头的年轻人呢，为这事梳头都梳折好几把梳子，粘呢粘呢。所以你看当时费翔火到什么程度。那么费翔这个时候呢，是把这个流行歌曲啊，这属于劲歌热舞，给带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在全中国范围火起来了。那么其实流行歌曲，这是87春晚，再往前倒几年，你别说热舞啊，这个歌本身稍微沾点小资，沾点爱情，那时候都挺难上春晚这舞台。那么在春晚上第一次把流行歌曲这4个字打开的是谁呢？这个咱就得说到83年春节联欢晚会，就是第1届春节联欢晚会。当时83年春节联欢晚会呢，其实就跟咱们现在单位职工啊，在食堂围着桌子搬2把凳子开联欢会差不多。那么当时晚会得选大家最欢迎的人来给大伙唱歌，最火的谁呢？李谷一。我的心事你可曾知晓？年轻朋友们一条跟上了。李谷一来了就准备了6首歌，那个时候春晚一人唱好多首，李谷一准备6首歌。这6首歌里头呢，没有当时最受欢迎的项链。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指责项链有小资情调，有点接近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么在春晚上怎么他就能唱出来呢？当时的春晚呢，晚上播，那么中午的时候呢，这个中央电视台呢设置了4部热线电话。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本台采用现场实况直播的方式为您播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文艺节目。为了使您能够欣赏到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我们在现场安装了4部电话，供电视观众点播节目使用。就是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往热线电话里打，你点播，你点谁，我们就去给你找来谁。当时的热线电话呢，不像现在手机什么的，那就是拨打这种固定电话，把那电话线都打得直热，因为不停的电话进来，然后接线员呢接过来问：喂，你好，你希望听到谁的歌或者谁的相声？那边告诉我，这边就用条记下来，记完了之后呢，折上放到旁边盘子里，一会儿功夫一大盘子，一会儿功夫一大盘子，就端到了导演黄一鹤的办公桌上。黄一鹤一个个往开打呀，一看这个项链，点播李谷一这项链，再打开一个项链，再打开一个项链，怎么都项链？再打开一个啊，这个不是，这个是点唱李谷一的项链，还是项链。下面市运输公司4厂董庆鹤等5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廷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的。他们点播项链，所以这么多人点项链，黄一鹤就想了，这事儿得请示领导，据说都请示到网上，当时叫广播电影电视部，请示到那一级部领导了。当时的部领导很开明，可以唱。就这么着，李谷一在春晚上把这个项链唱出来。明天将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风送去我的深情。唱完了以后呢，哎呀，有不少的这个观众往进打电话，也有写信的，说我们佩服你中央电视台，在这个时候该引领风气之先。所以从项链那时候开始啊，真正的流行歌曲才开始进入到大雅之堂，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百花齐放的局面。萬里長城永不倒，雲亦風哪裡來？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來吧，來吧，相約酒吧。來吧，來吧，相約酒吧。当然，说到春晚对流行歌曲的奉献了，还有一点咱不能不提。80年代春晚开创了一个格局，就是每届春晚呢，都从84年开始都得请港台的歌星来。当时到了84年春晚的时候呢，请了2位香港的歌星，男的叫张明敏，女的叫奚秀兰。尤其是当时张明敏，他的一曲《我的中国心》呢，风靡全国。河山只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
可是张明敏在香港算什么级别歌手呢？咱这么跟你说吧，他当时84年在香港，张明敏恐怕连2、3流歌手都够不上，得3、4流歌手。可是为什么偏偏就请了张明敏呢？哎，这说起来这故事很有意思。当时春晚的导演就考虑，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咱们也别光在北方选节目，咱往南方去啊。那东南沿海地区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呢。就这么的来到了广州。哎，有一天他包了一台车呀，去深圳。结果在这个车上呢，他突然听到这个司机在车上录音机里放的带子。他一听，哦，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这词儿多好啊！赶紧问，哎，你等会儿，司机，这谁唱的？香港一个歌手，说谁呀？是谁？我也记不清楚，一点名也没有。说我就记得，想来，哎，我想起来了，这个歌手好像叫张明敏。他说那哪儿能在你这袋子也不行，哪儿能再买着他袋子？他说这袋子在广州也买不着，在深圳也买不着。说在哪儿能买着？在香港。哎，那我还去香港。司机说你不用那么买，我们买的袋子都不那么买，我们到罗湖桥那儿吧，罗湖那儿，这不深圳跟香港就这么一地之隔吗？那边上有警察站着，你跟他说两句好听的，意思我就到对面，哎，就你身后那些大排档，我就到那儿买点磁带就回来，然后你滋溜从底下钻过去，买完袋子你再回来。哎，这时候这电视台导演一想，这招行，就这么着把这袋子拿到，一看张明敏这小伙子挺文静的，戴个眼镜，还系着个围巾，还不错的，可以，就按照这上面的地址联系张明敏，这才把张明敏请到春晚的舞台上。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最坚定，无论何时，无论何时。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看这个流行歌曲，尤其是港台流行歌曲，陆陆续续的就都登陆春晚了。再回首，云这段归途。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对面这女孩看过来，过来，蓦然回首中，换来万路烟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呢，由于民间流行音乐的渠道大为放开，没有哪个制片公司会把这歌等到春晚那会儿再放，事先都放出来，所以春晚上呢推出来的新歌越来越少。那么这时候春晚的导演也着急，他这上不行，他就在两个角度上考虑了。第一个呢，是我能不能用怀旧的方式？你看过去这老歌都流行了，我春晚上我再唱点老歌，一定有一些年岁大的观众愿意捧我。那么这方面呢，比较经典的是前2年春晚上啊，把当年小虎队那3位请来了。周末午夜联欢，来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再把美丽呈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兄弟，牵手这样去喊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继续浪漫。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蓝。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当然，小虎队这3位现在我们看都40岁上下了，都成老虎队了，在台上连唱带跳，唱5、6首歌，都是过去大家耳熟能详的，唱完了呼哧带喘，体力都跟不上。除了这个，我们说怀旧方面以外，春晚又想了个办法，就是咱玩玩形式上的花样。你比方说英伦组合，
没错，啊，周杰伦、宋祖英在形式上搭配一下，中不中、西不西、土不土、洋不洋，弄到一块儿，吸引一些年轻人。所以这是春晚试图在歌曲上能够与时俱进的玩点花样。当然，这是仅仅在歌曲本身，同时春晚呢也立足于挖掘呀，能不能让真正的把它办成老百姓的舞台，让草根歌手也登上春晚。当然，我说这儿大家就会想到去年春晚上的旭日阳刚，这哥俩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是黑龙江人，哥俩都是农民工。那么这一点上呢，也符合中央政府啊要关爱农民工，增进农民工的文化生活，让他们丰富起来这样的一个中央的政策。所以这两个人本身唱的也不错，才登上了春晚。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他们登上春晚呢，唱的是汪峰那首《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可是这首歌我们大家也知道，后来引来官司了。汪峰就说你不能再唱我的了。很多人说，你这汪峰跟个农民工较什么劲呢？你是多不知道可怜人呢？其实这是误会了汪峰。为什么呢？旭日阳刚没有登上春晚舞台以前，他是个农民工，他能代表草根。他登上了春晚这个舞台，他就不再是个农民工，他已经代表不了草根了。那么如果你是个农民工，我汪峰去可怜你，好，我帮助你，你可以唱我的歌。那么现在你不是农民工，你跟我已经平起平坐了，你凭什么还侵犯我的知识产权来唱我的歌，各处赚钱呢？起码你赚的钱里边是不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我的劳动啊？所以我说汪峰跟旭日阳刚较真儿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保护知识产权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应该做到的，也应该支持汪峰这种事。在这春天里，春天里，他的歌曲一夜传遍大街小巷，他的发型竟然引起全国跟风。为何一首歌曲能年年登上春晚，创造春晚30年奇迹？混搭、怀旧、亲民，能否拯救日渐式微的春晚歌曲？老梁观世界为您讲述这一夜歌声传奇。那么刚才呢，我们理了一下春晚上这些歌曲，有的人说呀，这个大浪淘沙，总有一些歌曲被淘汰，再就没有人唱了。但是春晚30年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有一首歌这么些年来一直传唱不衰。哪首歌呢？大家很熟悉，每到春晚要结束的时候，那首著名的《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如此深情的歌词，如此漂亮隽永的歌词，再配上优美的旋律，那咱们最后一起这样，咱们来欣赏一下这首绕梁3日不绝的《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共祝愿祖国好，共祝愿